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中国宣布 C919国产民航客机的动力装置获得重大突破。自从美国上届政府发起对华高科技战，其最核心的目标就是打击中国的高端制造业。而中国自行研发的 C919民航客机，由于使用了美国通用电气的 LEAP-1C 型发动机，一直被认为呢是命悬一线。当然，目前美国政府还没有在航空动力装置方面对中国实行禁运，但是呢，我们必须预有准备，只有投入相应的人力物力，开发出自己国产的先进航空动力装置，才能最终解决问题。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大祥最近表示，长江1000发动机呢已经取得重大突破，正在一步一个脚印的稳步推进，其性能相当于国际上第5代民用发动机的水平。中国从第1代发动机直接跳到第5代，这个步子迈得相当大，要突破的关键技术实际上是非常多的。那么长江1000这款动力装置是给谁用的呢？它的目标是瞄着 C919。作为 C919这款先进的民用客机的未来动力装置那这款先进的民用发动机必须满足耗油率低、噪声低、排放低、制造和维修成本低等一系列的要求，同时呢，还要满足推力高、安全性高和可靠性高等一系列的指标要求。按照目前的试飞和取证计划， C919国产客机很可能明年就要开始交付了。但是首批交付的 C919使用的动力装置还是国外的发动机。那么中国的国产民用发动机什么时候才能够装机使用呢？我们知道，过去中国研发过多种型号的军用发动机，它是满足战斗机、轰炸机以及军用运输机的需要。但是开发一款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民用客机的动力装置，它的难度很大，而我们呢又是第一次开发，需要面临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它要做20万小时的零部件测试，10万小时的整机实验，还要进行特殊环境的实验，比如说鸟击试验、机匣包容性试验、冰雪冰雹撞击试验等等。那么这同样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从目前的情况看，长江1000这款发动机正在成为 C919国产客机的备份动力装置。由于它的发展比较快，一步一个脚印，现在已经到了让美国无法忽视的地步。那么就算美国政府对 C919客机实施了制裁，那么只会对该项目的进度造成影响，因为越往后美国制裁的可能性也就越低，因为你制裁也没有用了，还不如向中国出口适配的航空发动机赚点钱来的合算。那么如果中国的航空发动机部门经过自己的努力解决了国产民航客机的心脏病问题，那么 C919就会走得更稳、更扎实，它的发展前景也就会更广阔。当然，我们现在在开发长江1000这款先进的民用发动机动力装置的同时，也在预研和设计下一代的大型宽体客机的动力装置。那么未来的 C929可能会采用什么样的国产动力装置？它的发展前景如何呢？我们下期再给大家介绍。那么今天的评论呢就到此结束，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